据路透社周一报道，欧盟执行机构欧委会预计将于下周敲定下一轮，也是第6轮的对俄制裁。这轮制裁备受关注，因为作为俄重大财源之一的石油在禁买之列。消息说，欧委会提出的包括石油禁令在内的一揽子欧盟制裁方案，将于周3提交给欧盟各国大使。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石油禁运如果顺利通过，将从明年年初起全面生效。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近1半出口的原油和石油产品流向欧洲，对俄罗斯油气的制裁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同意。而欧盟外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周一就承认，到目前为止，所有成员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匈牙利从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就拒绝与欧盟步调一致，坚决反对制裁俄能源。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尔盖伊周一对媒体表示，匈牙利已经准备好否决欧盟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措施，因为目前没有谁能替代来自俄罗斯的油气供应，替换俄油气需要耗费5年时间和巨额资金。盖尔盖伊还明确指出，永远都不会支持制裁。不止如此，盖尔盖伊还承认，匈牙利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了账户，以按照俄方提出的方式支付天然气费用。此前，俄总统普京3月31号签署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以卢布进行天然气贸易结算的总统令，新规4月1号起生效。按照匈牙利总理办公室主任格格利·古亚什的解释，匈牙利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了一个欧元账户，按天然气价格以欧元汇入其内，然后该银行会将其转换为卢布，再转给俄罗斯的供应商。古亚什还爆料，虽然多位欧洲领导人公开宣布他们不会以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但其实除了匈牙利，另有9个欧洲国家已从技术层面上支持了普京的计划，使用了相同的支付方案。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被视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没有承认这一点。外界注意到，在对俄能源制裁上的分歧，欧盟也在寻找折中方案。有消息人士直言，为了维持这个27国集团的团结，欧委会可能给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豁免或是很长的过渡期。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苏里克4月初就表示，斯洛伐克愿意以卢布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并称天然气供应不能被切断。深圳卫视注意到，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斯洛伐克去年约96%的石油和原油产品从俄罗斯进口，匈牙利为58%，天然气方面同样如此。斯洛伐克经济部长曾强调，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约占斯洛伐克所有天然气供应的85%。德媒统计显示，匈牙利8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欧洲呢，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包括美国加大这个能源出口，以及与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呢进行协调，增大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供给。另外一个方面，欧洲呢也有这个借此机会呢加大这个可持续能源的这个来源，减少这个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这个脆弱性。能源制裁呢，它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同时它的难度也是空前的。欧洲呢可能要为此付出很大的这个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是欧盟中俄石油的最大买家，原本反对欧盟将对俄制裁扩展到石油领域，但近日转变立场。德国经济部门周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德国正迅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俄石油在德国进口石油总量中所占比例已从去年的35%降至目前的12%。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周一表示，德国已经能够承受对俄石油禁令带来的后果。他同时强调，对俄石油禁令不是没有后果，失去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将让德国部分地区遭遇油价上涨、供油短缺等困难局面。德国呢越来越倾向于牺牲自己能源问题上领域的国家利益呢，来成全美西方在俄乌冲突中的团结一致的这个立场。俄乌冲突应该说加速了德国寻求这个全面的战略自主的这样一种努力，不仅仅加强了这个国防力量，而且在能源的来源的多元化、可持续能源的比例等方面，将会取得长足的改变。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说，正在讨论对俄第6轮能源制裁，但欧盟国家存在分歧。那么，您认为美欧对俄能源制裁能阻止俄乌军事冲突吗？到目前为止，美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呢是够猛了，可以说呢达到了基先施压的程度。但是呀，俄罗斯军事行动呢并没有停止，意味着制裁对俄罗斯经济有影响，但是呢对阻止战争还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俄罗斯要求
这个欧洲国家呢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时候，很多国家呢也只好从中命，因为呢欧洲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是很严重的，俄罗斯断了气，那么欧洲经济呢也就得加快的进入衰退。有幅漫画呢很形象，画的是这个欧洲国家呢痛骂俄罗斯发动战争，但同时呢塞给俄罗斯大量的货币买天然气，欧洲国家的货币呢又变成了这个俄军坦克的燃料和武器。这实际上呢有点真实情况，没有夸张。欧洲国家呢已经减少了从俄进口煤炭和石油，但要把天然气进口快速降下来，那么他们就找不到这个替代的能源，起码呢也等到4-5年以后才能找到。那么欧洲人呢不能不开车不烧饭取暖，这呢也是欧盟国家对制裁俄罗斯煤炭和石油存在分歧的原因所在。因为俄乌军事冲突，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8%，这汽油这个食品的价格呢上涨很快，远远超过了通胀率，那么已经引起了普遍民众的普遍的不满。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为了给这个能源供给欧洲国家呢会首先和俄罗斯妥协，制裁呢对欧洲国家和俄罗斯都有伤害，看谁呢承受得起伤痛。那么从目前看首先弯腰的恐怕是欧洲国家。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